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当然，到了50岁后，身体各项机能都会开始下降，这时呢，很容易招惹上疾病。但如果50岁后能躲过3道坎，说明身体还算健康，可能容易长寿。第一个，肝脏疾病。现在呢，有肝脏疾病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比如肝硬化、肝炎等。如果肝脏受损，就会影响身体的排毒和解毒功能。但如果50岁后肝脏还非常好的话，说明身体健康，可能容易长寿。第二个，心血管疾病。那当然，过了50岁后啊，血管老化，弹性变差，这时就容易出现心血管疾病。那相反的，如果没有心血管疾病，那么就说明身体还算健康。第三个，肠胃疾病。俗话说，肠胃好人长寿。如果50岁后你的肠胃还非常健康的话，说明呢人也容易长寿，值得恭喜。那上面这3道坎，如果你都能够越过的话，很可能会与长寿有缘哦。肠道干净的人通常会有3个表现，占1个也要恭喜你。表现1，排便规律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每周的排便次数应该不少于3到5次。如果小于3次，那么就可能存在便秘的情况。长时间便秘会导致肠道内堆积毒素垃圾，对健康不利。但是肠道干净的人排便也会很有规律，对长寿也有帮助。表现2，肠道蠕动能力强。如果肠道干净健康，那么蠕动能力也会非常强，不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。但如果肠道蠕动缓慢，就可能会使身体堆积毒素，影响肠道菌群失衡，从而引起肠胃疾病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所以肠道蠕动能力强，说明肠道还很干净。表现3，气色好。如果肠道干净，那么人的气色看起来也会非常的好。若是气色不好，出现长痘、头发油腻、食欲不振的情况，那么就要注意调理了。俗话说，肠道常清，人则长寿，所以保护肠道健康非常重要。但是保养肠胃也不是1天2天的事儿，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。很多人早上起床后，第一件事都是喝水或者是去厕所。其实啊，比较科学的做法应该是下面的这4个小步骤，我们下面一起来看一下。第一，应该在床上静坐5分钟。大家早上起来后不要着急的起床，最好在床上静坐5分钟，因为这时我们的大脑还没有缓过来，如果起床过猛，很容易引起血压升高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二，伸一伸懒腰。因为我们经过一晚上的睡眠，早上起来身体处于僵硬状态，如果这时能够伸一伸懒腰，可以帮助舒展身体，让身体恢复活力。第三，下床穿衣服。做完上面的2个步骤，然后就可以下床穿衣服了。如果是中老年人，感觉头脑还没有清醒的话，最好坐在床上穿衣服。第4，打开窗户通通风。做完上面这3个步骤之后，可以将窗户打开通通风，这样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，让大脑更加清醒。上面的这4个步骤，不知道你做对了吗？所以大家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，不要喝水，也不要上厕所，要在床上静坐5分钟，然后再起床，这样对身体健康才有帮助。很多人早上起床后会出现口干、口苦、口臭的情况，如果刷牙也得不到缓解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胃火旺了。下面给大家推荐2种小植物，用来泡水喝，有消炎去火的功效。桂花。桂花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，桂花芳香宜人，而且还有很多的营养成分。桂花性温，有很好的抗菌、消火、化痰、消滞的作用。将它制成茶饮用，可以改善口干、口苦、口臭等症状，有很好的降胃火效果。金银花。金银花是一种非常好的植物，有很好的清热解毒、消炎去火的功效，而且金银花不伤胃，很适合胃火旺盛的朋友。如果出现口干、口苦、口臭的情况，可以用金银花泡水喝，有很好的改善作用。胃火旺盛的朋友，平时还要多注意，保持清淡饮食，拒绝油腻和辛辣的食物，多吃一些可以去火的食物，保证睡眠充足，还有稳定好情绪，可以改善和预防胃火旺盛，能够保护肠。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，尤其是对肺部的健康有很大影响。那么抽烟多长时间肺部会渐渐变黑呢？假如你每天都能抽上1包烟，那么基本上3年左右的时间，肺部就会开始慢慢变黑。
即使肺部没有变黑，也会给健康造成很大影响，所以大家应该尽早的进行调理。经常吸烟的朋友可以做一个小测试，来看一看肺部是不是还健康。这个测试非常简单。大家可以拿出家里的蜡烛，然后放在距离自己15厘米左右的地方，看看能不能轻松的把它吹灭。如果不能够吹灭，那么就可能是肺部不太好了。若在距离5厘米左右的地方还是不能吹灭，那么就要小心肺部疾病了。但如果你能轻松的吹灭的话，说明肺部还算健康。长期吸烟对肺部的伤害呢非常大，所以大家平时要注意养护好自己的肺部，可以多吃2种食物。梨和银耳这2种食物都能够帮助排除肺部当中的毒素和垃圾，有很好的养肺润肺的作用。对于长期吸烟的人来说，经常吃是非常好的。最难熬的3伏天过去了，但是迎来的却是最凶险的34天。因为出伏后天气逐渐转凉，昼夜温差大。那俗话说，早上凉飕飕，中午热死牛。这样的天气最容易使人出现心脑血管疾病，所以要及时做好预防工作。首先做好2防。第一，防秋乏。秋乏相信大家都听过吧？一到了秋天，很多人会感觉到浑身疲乏，整个人没有精神，浑身泛懒。所以大家这时就要做好防秋乏的工作，要保证充足的睡眠，不熬夜，勤加锻炼，早晚出去跑步、打太极、跳广场舞等。第二，防肺燥。秋天天气比较干燥，这时很容易出现肺火旺盛的情况，所以大家应该多吃一些养肺润肺的食物，避免肺燥伤害身体。比如多吃一些银耳、百合、莲子等，对肺部有保护作用。那中老年人除了上面预防2件事，还可以多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酸味食物，比如葡萄、柠檬、柚子等。酸味食物有开胃健脾的作用，对补肺气有很好的效果。第二种，碱性食物，比如蔬菜类、发过芽的豆类等。秋天多吃碱性食物，可以中和肌肉产生的酸性物质，对缓解疲劳有很大的帮助。大脑反应慢，记性差，每天做2个小动作，大脑越来越灵活。动作1，摇头晃脑。这个动作站着坐着都能做，将我们的头部前后左右的摇晃，每次摇晃2到3分钟。因为我们的颈动脉是向脑部供血的管道，那这个动作可以帮助增加脑部供血，对提高记忆力有很好的效果。动作2，锻炼手指。通过锻炼手指可以帮助刺激大脑，延缓大脑衰老。方法很简单，将双手握成拳，手掌心面向自己，然后将左手的大拇指和右手的小拇指一起伸出收回，再将左手的小拇指和右手的大拇指一起伸出收回。这样反复练习2到3分钟，可以逐渐的加快速度。这样锻炼双手可以帮助提高记忆力，让大脑越来越灵活。上面这2个简单的小动作，大家可以经常做一做。除此之外，大家还可以经常运动，多喝水。运动可以刺激大脑皮层活动，有很好的健脑作用。而多喝水可以帮助延缓衰老，对大脑也有一定好处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